关注全球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上个月23号的时候咱们中国成功发射了北斗3号最后一颗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就因此完成了全球的组网。经过长达20年的排星布阵咱们从北斗1号系统的从无到有到北斗3号的服务全球，咱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超越，趟出了一条独特的探索道路我们终于见证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太空当中46颗导航卫星昼夜不停地环绕在地球周围，地面上面2700多个基准站分布于大江南北一张天罗地网铺展开来了。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意义非常的重大北斗全球组网的意义，在钱道来看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第二个呢在军事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三个在经济上或者说在这个商业价值上有非常重大意义。我们先说一说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这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那是全球范围的大国门票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太空科技和工业实力。中国成功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这是揭示了咱们中国在全球范围上的大国地位。目前呢，全球这个卫星导航系统俱乐部主要是有4个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 GPS 这个大家都知道全球定位系统，在这方面呢，美国当然是当仁不让。美国呢是全球第一个建立的卫星导航系统，接着就是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再就是咱们中国的北斗。但是真正意义上，目前呢应该只有咱们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媲美美国的 GPS。 因为咱们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有55颗卫星，欧洲的伽利略呢本来计划是要有30颗卫星在轨道上，但是直到今年的2月份，欧洲总共是发射了28次，其中呢有2颗卫星还在测试，另外2颗呢不能够使用还有2颗已经退役了。所以真正在轨道上可以使用的欧洲的伽利略只有22颗，所以呢还不能够算是完全的全球覆盖。另外一方面呢，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想要使用的一个频率由于2009年咱们中国呢成功发射了3个北斗第2代卫星，抢先获得了频道的使用权。这个国际惯例是谁先用谁先得嘛，所以北斗就获得了频率的使用权。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呢虽然比中国早开发但是由于经济上的问题也就是经费出了问题欧洲国家呢在经费和预算上它谈不拢，再加上欧洲国家这个政治体制比较松散，彼此协调的时间太久了被中国后来居上。俄罗斯的格罗纳斯虽然呢是全球第2的完成全球组网有24颗卫星，也基本上有商业应用了，但是格罗纳斯呢在商业上的应用潜力大家都很清楚不如咱们中国当我们在谈论这个全球范围的商业应用的时候，那不可或缺的那还是一个市场因素。目前呢这个全球商业应用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当然最有利的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它领导了英语系的国家，全球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再加上这个美国在科技上还是有一定的口碑，而且呢美国盟国多嘛那美国相对它就比较容易推广它的产品在全球范围上它这个商业应用和推广就相对而言呢就是比较的顺畅。那么俄罗斯呢就没有办法和美国和中国相比了因为俄罗斯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它就不够大了，而这个欧洲的伽利略还没有真正完成全球覆盖，还差这么一点所以呢目前真正意义上能够跟这个美国竞争全球商用市场的只有咱们中国的北斗。我们再看一下军事上的意义。2003年的时候，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当时总共动用了177颗卫星，其中包括97颗军事卫星和80颗民用卫星，形成了空间侦察监视空间通信保障、空间导航定位空间气象保障4大系统，组成了庞大的天网系统。
美军呢，它不光是导弹使用 GPS 导航，就连炸弹也装上了 GPS 制导装置。结局呢，大家都知道啊，美国使用这些精确的制导的武器，发挥了非常大的功能啊。那一次战争，美军对伊拉克军队那简直是摧枯拉朽啊。当时美国的高科技军事能力震惊了全世界啊，全球没有第二个国家当时能够有美国这样的军事科技力量啊。美国大量的运用了卫星定位导航，所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通信啊，全球定位导航那都得靠咱们自己，别人的东西再好那也靠不住啊。所以呢，就有了后来咱们中国努力开发自己的军事科技武器，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之后呢，咱们中国的北斗发展的是越来越快，挤压欧洲的伽利略啊。09年，中国成功发射3颗北斗第2代卫星，抢得的频率的使用权。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系统啊，由于开发的早，使用了最好的频率。咱们中国使用的频率呢，是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的军事能力也大大的提升了啊，可以获取对军事打击目标的坐标，这就包括了陆地上的海上的以及空中的军事目标，再加上巡航导弹反舰飞弹以及各式各样的飞弹导弹，中国呢都将迎头赶上，拥有自己的精确制导武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拥有了咱们自己的全天候全球覆盖的卫星导航系统，所以咱们再也不用担心会被美国卡住脖子了。这几年由于美国川普政府对外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而且动不动就打关税战或者是制裁其他国家美国就曾经扬言要切断推荐欧洲盟国的情报构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只会加速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不过呢，由于这个财力的问题卫星导航系统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玩的。当然这一次咱们中国的北斗的成功，揭示了咱们中国呢能够独立的具有这个开发技术以及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国地位。其实除了政治上、军事上北斗导航系统还有着庞大的商业利益。去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总产值是1700亿美元预计10年之后将会成长到3700亿，商机非常的庞大。当然现在呢，我们手机导航这个系统已经接近饱和了，但是还有汽车无人驾驶、无人机以及这个智慧城市的开发，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商机。在这方面，目前呢，当然仍然是美国好像独占鳌头、一枝独秀他们攫取了全球大部分的市场。我们刚才也说了，中国在卫星导航的商业应用潜能已经超过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理由。那么咱们中国怎么才能够在美国 GPS 既有市场之下去分享卫星导航这块市场蛋糕呢？首先在咱们中国的本土市场，北斗就可以取代原有的 GPS 应用。比如说这个手机应用领域，除了苹果的 iPhone 以外中国手机厂商所生产的手机所用的这个百度地图腾讯地图、高德地图，这些都可以换成北斗导航系统。在汽车导航设备上也可以换成北斗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是全球第1大手机市场了而且也是全球第1大汽车市场，这就是市场大的好处。光是咱们中国本身的市场，这已经是很大的一块了。另外呢，在全球覆盖之前，咱们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了亚洲区域的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现在已经是全球覆盖了可以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尤其是咱们计划中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那会是咱们中国推广北斗使用的首选目标。中国还可以开发第3世界的市场包括中南美洲中东非洲这样一些国家。只要是咱们能够提供优良的性价比就会有助于咱们国家在这些国家获取市场的份额。根据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在去年的统计130个国家北斗卫星每天可见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 GPS， 北斗的定位精度也超过了美国。不过呢，美国 GPS 它也没有闲着美国现在正在开发第3代的 GPS。 美中大国博弈已经从贸易战、科技战现在上升到了太空卫星。北斗的未来会向全世界开放，也会成为70多亿人生活的一部分。大家看一看
北斗啊，多好听的名字！北斗星谓之七阵，天之诸侯亦为地车啊。抬头可以看见北斗星，北斗是我们的灯塔啊，是指引咱们中国人前进的方向。好的，感谢收看我的节目，朋友们再见。